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亚礼拜一客家新闻插枝，我是许丽玲。不准小干过后，干呢、厝的呢，现正有分野权来加强面体。本期非归土地以外，没有农民利用其调戏保食嘅铁線，葡萄茶樹下冇條高鹽度，厝體較唔會生插錯嘅，要做得保護作物。另外同也打做車嘅葡萄荷巴筍。嘅荷巴底就較唔會有用神做得數據發展，但呢就唔係人講嘅農業廢棄物嚟。記者曉一華同盧建真嘅報道。11月咧，發動中國以內無黃米茶，國務機來來去去嘅提國10月冬，李文斯同家姐沙係清淡嘅，睇無會割起來田球風數無乾。咁種就較方便啦，咁咪樣記得安尼苗讀嘅吼，年輕人安苗讀啦，記得曉讀嘅吼，用種嘅。冇講錯啦，然後就即個裝機，鹽水去打天嘅。李文斯7年前退休嘅，回到鹿野用完沙期來種茶，因為用嘅係有山種出，茶葉地度冇些藥嘅，故所就打幫個無時節特別請農民將毛乾留下來。你唔係代理啊，大家當本身嗰邊冇時間嘛。你大慣啥？冇大概錄了解。老婆來幫忙就很快了，會監督啊。所以毛乾就是咱這裡就是嘅用分啦。嘿，它那個底下有機子啊，黑黑啊，哦，那個廢物利用很好的材料了。將樹古來嘅毛乾圓圓嘅鋪喺茶樹下，就唔會暗會生錯嘅，還會有機子，茶樹就夾個袂太。最重要嘅係又唔是錢。小棵比較不好照顧啦，幫錯啊，搶人就千多公啊。你那邊搶人幫錯一公多少錢？1400。農業這個稻草因為廢物利用嘛，你那個割起來就到田裡焚燒也不行啊。就這樣就想說鋪這個又不用花錢，主要是不用花錢啦。所以安尼用產車嘅，安尼用萬人搞嘅，安尼啊產車嘅毛乾啊。哪有人搞咯？冇人買咯。你看人種人都，你本來都冇嘅，你乜解冇乜解啊？錯嘅鋪落去先啊！像以前都唔彈咯，用個彈塑膠布嘅。塑膠布嘅吼，不加快，因為你那個稻草有時候看它種割稻子的時間不對，我們這個是12月份種的嘛，那個時間不對的時候，你沒有稻草啊，塑膠布先鋪比較快啊。所以大概人家下路兩種向下用啦吼，塑膠布嘅同嘅毛乾向下用。嘿，3年後我茶大了。砍草的時候，塑膠布破掉，就慢慢收掉，因為它算不好的材料了。
有的给它交叉没关系啊，就是交叉进来啊。草太多的话不好管理啊，那这个稻草很好用，他们都已经车成一卷，现在那个机器很进步啊。以前布稻草要一把一把用人去散，它现在捆好一捆，然后一直打开，它就是平平的厚度又很均匀。就像同土地改皮滚样的，大姊们同工人脚下，将规捆的干平铺在帆船树下。对啊，它这个铺完差很多啦，差很多，就可以挡到我们大概明年的3、4月包裹完，就比较我就不用那么忙。在台北的补习班教书的大姊们，4年前就开始又做农又教书。在台北韩国台东的关山老木之间来来去去，为退休回到家乡先做准备。退休前我就有计划，讲树先种下去啊，没想到说退休的计划有在延嘛，啊，在延的时候就等于是这边树也大了，啊，那边工作又还没有结束，我这1、2年就比较麻烦一点。就斜杠。嘿，斜杠，然后要2边跑，这样每个礼拜回来2、3天，一有空的时间就要冲回来，因为割草有时候请不到工人，叫不到工人。那你会等一拖2个礼拜，那个草又太高了。某个事情计划都好好，还是会有变化。不过变化按夹没无盐的地度的错位上到按夹，3、4日就要割一摆错位，迄个回到家乡做农最头脑痛的问题。因为雨水多哈，那个草发动夹，啊，差不多3个月草就按够诶，啊，你就要请人家砍一次。一公里多少钱呢？带机器大概2000块，一天2000块，但我们又给他便当跟凉水，大概砍8个工作天，7到8个工作天一次。过年天雨水多哈，春天的时候又下雨哈，它马上就长出来，就要再砍。它有一点点像益草席的概念，不过益草席是塑胶做的，也不环保。它等到它东西2、3年开始烂的时候，草开始长了，那你反而还要浪费时间去清那个塑胶的东西。因为不敢老人家讲，写肉的水果唔好食，故所大姊们一开始就用草木共生的方式提种反山。啊，人家讲泥土也是要呼吸呀，然后草木共生就是说，草也在行光合作用，它也在帮你把泥土的微量元素吸上来，变成可吸收的东西。那它死在这边了，它树就去吸收它，就加倍微量元素的释放。用除草剂把草都杀光也不是好办法，对树也不好。大姊们讲，在盐的地度铺干平，伊1年拢唔是割错的。除了上人工以外，伊会高风、环保，还会有微量的元素。安尼唔但请其上多的时间同体力，对土地、对树的拢亲好。木的割好以后，将木杆滚做规捆的，再用机器制作杆平。为了唔会本木杆变做係无用的农业废弃物，对110年开始，彭成勇就将木杆熟悉起来，再制作杆平。大姊们个人铺的杆平就係对佢嘅来嘅。呢木係會出水啫呐，加擺到啲收木杆嚟係唔會出水啫呐。啊！你唔得收木杆，你啲木杆冇話殺，就是少少魚落嚟嘛。為了愛留喺家鄉嘅後生人有穩定嘅收入，彭成勇只能一日推工隊，推工嘅面積漸漸愛有200甲，用1甲要生產6噸嘅木杆來算，1年愛割200。當然就會消化大約2400噸的木杆。
我讲冇分解冇烧体几度还会出水咧啊！呢天台咪还会顺起。我讲烧唔起啊！啊又唔得烧啊！啊你吹太问题啊！啊你坐车你对欠坐冇位上坐啊！啊我讲上烧体ยัง會出水咧呐！在1807年8月初1修正公布的空氣污染防治法，喺發現要睇天下小夥伴錯嘅一道空氣污染嘅事情，就被照規定來發。政府一早命令講，是唔得睇天下小夥伴。記下前段的無幹無法度睇田空手，留下來就簽會造成偏重開。彭成勇講，製作乾平係幾個不同的做法。啊，不管溫故平啊、蔥的啦，樣係天台草籽啊，草還會上啊，燒體就係冇草咪係冇蔥咪係唔會溫故。影響到嘅呢到6月跳、7月跳，你還會出水人啊，啊漲月跳冇漲啊。每隻乾平係農具從講嘅，古一推動彭成勇係提議咧，每搶幾日咧就等按嚟去做。我做那個用機器燒起來打啊，載到啲天空咧，機器載到天空啊可以做啊，係做鵝公，而家只係個太鵝公，唔係蛇鵝公，是太鵝公。了籤啊！係了籤啊，係啊，啊冇啲天空地圖嘅冇講明冇法度去處理啊。啊！政府講唔得병火燒，因為呢啲水體問題啊。將無幹製作乾平，雖然略嘅價格嘅彭成勇無幹無奈何嘅困難，不過按樣嘅推廣大量嘅內容，又係價格新嘅問題。到咧欠防塵，到咧講呢啲風貝沙，到咧動風貝沙，啊到咧水土保持，到咧種樹嘅順條，到咧唔是按到水。啊，做咧種菜，做咧兼做車，希望該政府單位都推廣啊。2022年嘅10月咧，台東縣政府同地方嘅民眾共下睇新5里海嘅河壩順鋪乾平。卑南溪呢，因為豐枯水期的關係呢，那整個流域那有很多河床的高灘地那常常會有河川的裸露器殺死的那個狀況，跟八和局合作，那我們邀請在地的一些農政單位，包含改良場，那還有農會，然後還有這邊的農業機械服務協會的這個協會理事長，還有在地的一些農民，然後我們一起來合作，做成這樣子的一個鋪設的一個示範動作。腐爛的時候，它就不會影響這個環境污染，稻草也腐爛，茅草也腐爛，那個鹽水腐爛，所以對環保也不錯。一整日過後，彭成勇批定台東縣環保局嘅人員，又再去到新5里海嘅河壩順去看鋪乾平以後嘅情形。去化過多的稻草是我們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的。鋪設的狀況那其實可以完全阻擋風對河床的吹拂河床的沙石呢也不會輕易的飛起來。那我們還有撒下那個小米的種子讓它生長。那未來也利用這個稻草的保濕的這個效果讓那個小米可以慢慢長大那就可以達到綠化的一個效果。你們就看得到長出來效果都還不錯，那把它打開之後，這邊還是有一點沙地對啊，你看有稻草的地方都有長。環保局講也係頭一擺示範，下後會再評估其他河壩順可以照定按呢來鋪設。在今年度，我們也會去試運行這樣子一個方式，希望說在未來的稻草的一個去化管道可以越來越多，而不是只有朝向焚燒的這一個途徑。可以保護農作物的生長，可以本土地透氣，又做得本來肉個皮的話，
又還可以遏制揚塵噴田，保障空氣的品質。使用對方法，無管就唔會係無用嘅材料，還個造成空氣污染嘅原因之一，還會挺樹固硬嘅環境。